接下来的课程，希望同学们跟着我们来进行一个简单的程式练习。那相信刚才各位同学学习完了基础的阿米巴的在 Arduino IDE 界面上面的基础的程式概念之后，那么一定想要小试身手一下。那接下来我们的练习呢，就请大家帮我们点开 Arduino 的 IDE 界面。好，开启之后呢，那么我们随便要命名一个专案，把专案名取名叫做1+X。那我们今天这个练习综合练习想要做的是什么呢？我们请大家看到我们的荧幕上面，我们有告诉大家，我们今天知道，如果我今天的 long 的1+X 的这样子的一个数学函式，它可以被一个泰勒展开式来逼近的话，那这个泰勒展开式是什么呢？它就是 x 的1次方减掉 x 的平方除以2，再加上 x 的3次方除上3，减掉 x 的4次方除上4，然后以此类推，继续的累加或累减下去。所以我们就希望可以写一个 Arduino 的这个程式，然后来利用 Arduino 的上面的计算资源来算出到底这个 long 1+X 的数字是到底的内容是多少。那么我们画面上来看，就是假设我们今天想算的是 long 2的话 ，long 2的话就是 long 1+1，那么它最后估算出来的结果，应该在项数越来越多的情况之下，它会逼近0.6931471805这样子的一个数字。好，那有了这样子的基础概念，了解了题目的需求之后，我们来看看这个程式到底要怎么写。大家会先在画面上看到每个 Arduino 的这个样子的一个程式开启之后，那么都会有2块，一块是 setup， 一块是 loop。在 setup 我们讲的是它其实是一个硬体环境设定的部分。那在这个部分呢，我们首先就为了未来我们在程式编写好之后，我们需要透过这个序列监视器来看到程式输出的结果，所以我们要在这里面要沟通好它们这个通讯的频率。所以我们在这里面要写上 serial.begin， 然后设定它们的包瑞在9600的这样子一个通讯频率之下。那么在下面第9行开始，第9行的部分呢是所谓的这个回圈的部分。那这个回圈就是你希望在阿米巴板上面不停执行的部分。我们希望最后这个程式的结果可以输出我们的long 2的这个估算的结果，所以我们先要把这个相关的资讯能够列印在序列显示器上面。那么，所以我们会先写上 serial.print。那么我们要印的是，假设我们今天想要看的是今天是 long 的1加上多少的这样子的内容。那同样的，我们由于加的这个数字是想算 long 2，所以 x 是1的情况之下，我们就把x 写在这里。那最后我们再把这个剩下的这个输出的部分完成。好，那最后当我们要输出结果的时候，是一个浮点数或者是双倍浮点数的结果。这个列印输出的格式上面，我们会选择的是 serial.print， 然后 ln print line 的这样的形式。那这个 print line 形式就可以让你不仅是输出你等一下要列印的数值内容，而且可以去指定你要输出的内容的小数点的位数有多少。譬如说，我们想要输出的结果叫做和，叫做 sum。那么我想输出了10位数的这个数字的话，那么我就这样写，然后来输出。那最后我们一样的要给这个板子一个 delay 的时间10 millisecond 的时间。那现在我们缺的是什么呢？我们现在缺的就是实际上我们要怎么把这个 sum 的结果，把这个我们希望计算的 long 2的结果，然后呢可以输出出来。我们看到我们今天要写作的也就是 long 1+x， 当 x 等于1的时候，那么把它带进去之后，那么就会算出了 long 2的结果。所以其实我们要决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可能要决定，首先我们要计算几项这样的项数。那要定义项数呢，通常我们会用 define n。假设我们今天要算出的是100项，我们定义好 n 之后，我们就要帮每一个项还有帮和来取一个名字。所以我在变数的宣告上面先选择 float， 因为它是具有小数点。
所以你也可以选择 double。不过我们讲过，在 Arduino 的程式语法里面 float 跟 double 是一样的，所以我们先选择 float。那么我们宣告一个 float 的一个变数叫做和。那这个和 sum 这个其实就代表是这边累加或累减的结果。那一开始我们把它初始化为0，这样子。好，那并且我也需要有一个像素，大家可以观察一下，在这个每一个级数里面，那么它们会变化的是什么？大家可以看，很明显的是变化了，这是 x 的1次方，这是 x 的2次方，这是 x 的3次方，这是 x 的4次方。所以我们今天想宣告一个级数叫做 turn， 那数列叫做 turn， 变数叫 turn 要做什么呢？ turn 其实一开始是让它初始化为1，为什么？因为当它是第一项的时候就乘上一个 x， 当它是第二项的时候再乘上第二个 x， 所以我一开始我的 turn 呢把它宣告成1的状态。好，那有了这两个变数的宣告之后呢，我们再回到了11行的这个本体，我们就要进行100项的计算，所以我们会运用先前我们所教的 for 回圈，在 for 回圈里面，他们会宣告一个回圈的变数 i， 回圈变数 i 指的就是说你到底它现在是进行到你所指派的这个重复回圈的第几次。那么一开始我们把回圈的变数索引变数设成1，第一次，那么直到这个索引变数小于大 N 为止，那么它就停止它的操作。那因为这边我们有 n 有等于的部分，所以意思就是说小于等于 n 的情况之下，它还是会重复进行下面的操作。那么第三个部分我们讲过，第三个部分叫做程式的这个更新条件，也就是每一次做完回圈的主体之后，那么它要针对于这个程式的哪些部分做更新。这边我们看到的是它对于索引值回圈索引值 i 做更新，写个 i 加加的动作，所以意思就是说每次就会累加。所以大家可以想见，在这个现在我们所写的第13行到第15行的这个for 回圈里面，那么它是以计数从 i 等于1开始，然后到 i 等于100的情况之下，然后呢，直到第101，i 等于101的时候，它不符合中间的这样子的进入条件，那么它就会跳出这个 for 回圈。好，如果同学们有跟上我的话，我们继续进行下面的程式写作部分。我们首先来看是，那既然我们已经了解了这个我们现在所设定的 for 回圈会进行100次的操作，那这个100次的操作里面呢，我们要做什么事情？大家所看到的就是，我们首先要针对每一次的这个序列的级数，然后呢，让它去乘上一个 x 的动作。所以我的第一个动作呢，就是把我的 turn， 然后呢等于 turn 乘上 x 这样子的动作。也就是说，我现在我经过了第一次，因为开始 turn 的一开始初始值是1，所以当第一个级数的时候，它乘上的是1个 x， 那它就记录在这个 turn 里面。可是到下一个回圈 i 等于2的时候，大家记得吗？它前一次的时候已经乘了一个 x， 所以它是 x 在里面了。而在第二次的时候，它又再多乘一个 x， 所以它会变成 x 的平方。那么第三次的时候，那么当然它是以 x 的平方为基础，再多乘以 x 会变成 x 的3次方，就以此类推。所以这乘到第100次的时候，那么这个 turn 就会变成了 x 的100次方。好，那有了这个基础的 turn 之后，那么我们再来看看，那么我们还需要什么？那由于我们每一次的这个计算过程里面，我们要算出的结果是需要一个累加或累减的动作。虽然我们这边把最后的结果叫做和，但是它其实代表的意思就是你累加或累减的结果。那由于它的基数项都是正的，都是加的，然后偶数项都是减的，都是负的，所以呢，我们在这里面我们必须要判断要去做累加还是累减的动作。所以那要判断奇偶呢，就要用到我们在程式教学里面所教授过的 if， 也就是说我们会去判断 if 现在这个回圈索引值 i 是不是一个奇数或偶数的情况之下，然后呢来进行它对应的加或减的这样的操作。那怎么判断奇偶呢？我们就要用 i 这个索引值，然后对于2取余数。什么时候是奇数呢？当然，对于2取余数之后，它的余数是1的情况之下，那么它就是一个奇数项。那相对来讲，我们在写完这个部分之后，我们同样的
然后会写作一个 else 的部分，其实就代表就是只要不属于上面这个基数项的内容部分呢，它就会落到 else。那我们是在这个计算里面非基质偶，所以 else 代表的就是一个偶数项的计算。那我们就会知道，在16行这个部分，我们现在就要填上的就是它要对于偶数项的累加。那偶数项的累加怎么做？偶数项累加就是 sum 等于 sum 加上现在的这个项数的内容。那现在项数内容很简单，就是我的 term 已经算好的 term 的分子的部分，就算它几次方，那么除上现在的索引值 i， 就是它累加的内容。大家我们往上再看一次，如果你是第一项的话，你是不是要加 x 的一次方除上索引值是1，所以是1分之 x 是用加的。那相对来讲，如果我们要做的是偶数项第二项怎么办？我们就会落入在第18行要填入的范围，也就是 sum 等于现在的 sum 去累减我现在的 term 除上 i 的动作。大家不晓得有没有跟上我？你看哦，如果这时候我已经把我的 sum 累加完了第一项的这个x 之后，那么我的回圈进到了 i 等于2的情况之下，那么我要做的事情是去累减那个 x 平方除上2。所以我在前面第14行的部分，我就把第一次的 x 再乘上了多一个 x， 所以已经有 x 的平方了。那同样的，在我 else 的情况之下，那么我就知道它要做累减的动作，并且除上2。好，那以上呢，其实我们就完成了这个 sum 的和的这样子的一个计算。那同样的，由于它会做100次的运算，所以这个100次的运算，那么就会从奇偶的，然后呢去做累加、累减、累加、累减，然后呢各做50次，然后把这样子的一个ln 1加 x 的这样子 x 等于1的状况情况之下，然后把它计算出来。好，那在这边呢，大家有没有发现，我们其实呢还没有定义好这边的 x 到底是谁？所以同样的，我们今天如果要去定义我们今天的 x 好是1的话，我们也可以同样的可以写在这儿。好，那这样子的话呢，我们就会定义出来，就是 x 等于 x 是这个1的时候，那么它最后就可以帮我们算出 ln 2的结果。好，那整个程式其实到这边就完全的这个撰写完毕了。那同样的，我们要先来编译一下，看看我们在程式的写作过程中有没有哪里出错了。好，这个程式在编译完成之后，然后呢，并没有出现任何的错误的状况，所以我们接下来就要进行烧录的动作，把这个程式烧录到阿米巴的板子上。好，在画面上出现了done uploading 的动作，并且跳出了这个 embed 的这个目录夹之后，我们就知道它已经成功的把这一段程式码，然后呢烧录到阿米巴板上面了。那接下来我们要观察这个程式的结果，请同学们跟着我点开 Serial Monitor 序列监视器，那么它就会跳出序列监视器的视窗。并且大家记得，如同你其他的实验一般，那么你必须要按下阿米巴板上面的 Reset 按键，程式的启动这个程式重新的启动这个程式。好，当我们这个启动Reset 按键按下去之后，那我们阿米巴板就进行了计算，并且帮我们把这个ln 1加1，也就是 ln 2的内容，然后呢写在荧幕上。现在的数值是0.68817192232这样的数值的大小。好，大家可以看见这边是小数点下10位数的这个数值内容部分。那相对的，我们也可以来稍微再更改我们的像素，把它加得更高，因为我们看到的是刚才的内容并没有到0.69多这样子这个部分。那也就是因为我们的像素的这个像素的级数的位数还不够多，我们把它改到10000来看看。我们再重新进行编译及烧录的动作。
好，同样的，烧录完成之后，再重新打开序列显示器，按上阿米巴板上面的 Reset 按钮。像各位同学，像如同现在画面所示的，它现在的经过我们把100项改成1万项之后，它现在的数值就比较逼近真实的这个 Long2 的这个结果了，0.69多。那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针对于程式的这个结构、程式的语法所做的一个简单的综合练习。希望同学们都可以自己在你的电脑上面也是一样的来从零开始来写作这样的题目。那如果你可以成功的掌握的话，相信你对阿米巴的程式操作，那么 Arduino 的这个基本的程式能力就有基本的功夫了。好，那我们下一个单元再见。